这应该是今年年度最热门、最受期待的车型——小米玉7。那么在上个月呢，我们已经给大家拍了这台车的一个外观。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来感受它的一个动态的驾驶感受。另外，在这期视频的开头呢，我会再回顾一下这辆车的一些外观的设计。首先呢，作为小米的第一台 SUV， 它这个车长跟小米速7是差不多的，5米少1毫米，4999。那虽然它是一台 SUV 呢，但它的车身高度只有1608毫米，比特斯拉 Model Y 辆的车型还要矮了几十毫米。你通过它这个车型的比例，包括它这个113这个长鼻的造型呢，就可以感受出它是一个还是比较强调运动这个设计基因的一个车型。另外，跟小米速7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呢，是小米玉7它采用的是一个棒式机盖，它这个面积有多大呢？3.11平方米。像很多运动型的 SUV， 比如说阿斯顿马丁 DBX 啊，那些车型它采用的都是一个棒式的机盖。另外，它这个机盖上呢还有2个这个风道，它这个风呢是从这儿进来的，它这个是跟大灯做的一个融合的设计。另外，跟小米速7一样，它很多的地方都有这种通风的孔的一些设计，像下面这是也是一个风道，所以它整体的一个比例、一个造型，包括细节上的很多设计，就能让你感受出来这是一个很强调运动造型的一个车型。OK， 另外一个跟小米速7有个很大不同的是它这一个开门的方式。那么小米速7采用的是一个半隐藏式的，那么它呢是一个在锁车状态下它是一个隐藏式，但是你在开锁的时候呢是手是向内去抠的，然后也有一个按压的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另外它也有一个电吸门啊。那还有呢就是它前备箱的容积也有一个很大的升级。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小米速7的前备箱应该是105升，那么小米玉7的前备箱容积达到了141升。小爱同学，打开前备箱。另外，它的前备箱的开启方式也有很多种啊，比如我们这种是语音开启，当然你也可以用这边的一个按键开启。另外，你还可以拿这个手机 UW 钥匙，在这边只要站3秒钟，它就可以自动开启了。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升级呢，是这次小米玉7的辅助驾驶的硬件是全系标配了，像这个激光雷达是3款车型都有的，另外全系标配了英伟达的Thor-U芯片，算力是700 TOPS。那这次呢还有一个4D 的毫米波雷达。所以这次呢，不管你是买什么车型，标准版、Pro 版还是 Max 版，你都会拥有城市 NOA 的能力，你都会拥有一样的主动安全能力、泊车能力。那坐进小米玉7的车内啊，首先这个方向盘啊、这个中控屏啊，跟小米速7这些配置、这些设计都是差不多很类似的。但是你抬头一看，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出现了，就是它这个采用的天际屏，像阿维塔那种品牌所采用的远端屏呢，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不是一个实体的屏幕，它是一个 HUD， 它是一个投影。但是它相比像理想那种大面积的投影呢，那些投影呢是投在你的正前方，所以在夜晚的时候，你可能会跟其他的这些车外的景象有一些重叠，它这个就不会有重叠，并且小米前面这个前风挡，它这块玻璃是跟福耀联合定制的，它下面是一个黑色的，方便去用于投影。那么相比这些远端屏呢，它这个成像的距离也会更远一些，所以在你的眼球，你在看这个中控屏跟远端屏的时候呢，眼球能够迅速的定焦，这是它一个好处。那么这种屏幕呢，它的缺点呢，就是相比那些具体的实体的屏幕，它显示的肯定不会那么的清晰，但是好处呢，就是你行车的时候更加的安全一些。我们再来讲一下其他细节的升级啊。首先是这个无线充电，这一次小米玉7是从双50瓦变成了一个双80瓦的一个快充。我平时在用车的时候呢，是把这个纸巾盒一般是放在这个屏幕后面的这个位置，但是有一个使用的痛点，就是我每次去抽纸的时候呢，整包纸都被我抽起来了。那么这次小米玉7做了一个很好的设计，就是它做的这个是磁吸的。它可以磁吸在这个位置，这样你抽纸就非常的稳。那不仅仅这个纸巾盒是磁吸的，这次车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都是可以磁吸的，比如这个眼镜盒，还有这个小按钮。大家知道这个小按钮是什么吗？这个小按钮可以吸在车身上多达8个位置，比如说我可以吸在这里当成一个老板键。那它这个功能呢也是可以自定义的，比如我现在把它设置成了一个播放音乐的一个功能，我按下去之后呢，车里就会播放音乐，我再按下就暂停。然后放在这个位置，那后排的人只要伸手按一下就可以操控车辆了。这次小米玉7的车里呢，还多了一个这个玩意儿，它是一个摄像头，可以360度旋转。那这样我在出行的时候呢，既可以用它来录制前向的摄像，进行 vlog 的录制。那么在我驻车的时候呢，也可以让它旋转到后面来拍我车里的宠物啊这些。那这个使用场景还挺丰富的，很有意思。
这次小米U7呢，头顶的这个天幕呢，它采用的是一个电致变色的一个天幕，就是 EC 玻璃。其实这种变色玻璃的这个类型有好几种，分别叫 EC、PDLC 等等等等。然后 EC 呢，它采用的是这种电化学的这种变色的一些技术，像小米啊、蔚来啊，采用都是这种 EC 的方案。它的缺点呢，就是它这个变色时间会有点慢，它可能整个过程需要2到3分钟。但是好处呢，就是它变色之后，它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可以达到这种遮光，但是不完全遮蔽，你也可以看见外面天空的这种景象。然后 PDLC 呢，就是像路特斯采用的那种方案，那种方案呢，就有点像酒店的这种淋浴间用的那种方案一样，你只要1-2秒钟它就可以变色，但是它就形成了一个毛玻璃的一个效果，只是看不到外面的。那现在呢，大家都很喜欢去拍 vlog 去记录生活。那么平时呢，我们在后备箱去架一个机位，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小米现在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就是在后面呢也多了一个百变滑轨。那么这个滑轨呢，它后面有3种接口，一个呢是可以接的一个照明灯，还有一个是一个 4分之1螺口，还有一个是一个可以提供2个 C 口供电的这么一个卡口。这些设备有什么用呢？首先我举2个例子啊。那首先我这个同事呢就可以把他的这些设备全都放在后备箱，然后用上面这个百变导轨上面的供电口去供电，就不用把这个设备来回去前面去接电了。那再一个，我们在户外露营的时候，我现在就可以把我的 GoPro 架在后面，然后我直接去录制视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户外去露营看电影的时候呢，这2个供电口也可以给我的设备去供电。这就是一些生活场景的一些演示，当然你也可以有其他的一些玩法。那下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米U7开起来的感受。首先说一下这辆车的一些基础信息。那么它跟苏7一样，有3个配置，分别是标准版、Pro 版和 Max 版。但是呢，这一次起步它就搭载了一个96.3度的一个磷酸铁锂电池，然后最高配呢是一个101.7度的一个3元锂电池。那么所以它这次整体的续航呢都特别的长。那么单电机的版本，它最长的续航能够达到835公里。那另外2个双电机版本的车型呢，它的续航分别是760公里和770公里。那整体的续航表现CLTC 的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也从北京开到了这个河北承德滦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全程一共150公里。我们在高速上经历了拥堵，也有120高速的巡航。那么整体的能耗呢，大概是19度每100公里。那么最后我们又爬升了将近900米海拔的这样一个山吧，然后最后我们达到终点，它这个表显的能耗呢是22千瓦时。作为一个有着508千瓦的双电机车型，其实这样的这个能耗表现呢也是可以接受的。小米U7 3辆车的这个动力配置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入门的是一个230千瓦后置电驱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配置，然后另外2个呢分别是365千瓦和508千瓦。那我们驾驶这台508千瓦双电机的车型呢，它的最快的0-100加速只要3.23秒。所以它虽然是一个 SUV 车型，但是它这个还是保持了像苏7这样的一个比较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性能吧。然后小米苏7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更加偏向于运动操控这么一个车型。如果要分一个比例的话，那么我觉得它这个运动跟舒适大概是7-3开这样的一个比例吧。但是这个我本来以为小米U7也是一个非常注重操控、非常注重运动的这样一个 SUV， 但是呢，我觉得它是把运动和舒适平衡的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没有小米苏7那么的注重运动。然后它这个油门踏板的调教呢，我觉得还挺喜欢的，因为在运动模式和运动增强模式下，它这个踏板呢是偏沉的，就是你要比较用力的踩下去，它还能给你这种源源不断的动力。我觉得这样的调教呢，可能会比那种很多轻盈的踏板来得更加的稳重一些。为了让大家对着我这种形容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感知，然后拿 Model Y 去做比较吧。Model Y 作为一个运动操控性能很好的一个 SUV， 那么它的这个运动跟舒适的取向大概是82或者是73这样的一个比例吧。这款车呢，我觉得它是要比 Model Y 来的更加的舒适一些，但是要比像小鹏 G7 或者是说阿维塔11那种车型来的要更加的运动一些。那么刚才我们在车外介绍了小米U7，它这种智能驾驶所采用的硬件是全系标配的，也就是说不管你买标准版还是 Max 版，都能够获得一样的体验。包括像智能驾驶计算平台呢，也切换到了英伟达最新一代的 Thor U 芯片，算力是700 TOPS。然后我们今天一路上都在使用这个 NOA， 然后现在小米这套软件表现呢，在高速上做的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能够做到一些施工的避让啊，以及一些防加塞的一些应对啊，并且
你在购买 U7这台车的时候呢，就可以获得基于小米1000万 Clips 训练量所产生的一个软件的体验。所以这台车呢，在智能化上面呢，不管是座舱啊，还是智能驾驶啊，都是小米经过了那么久以来的一些市场的打磨之后所做出来的一些成果。那么今天的试驾体验呢，还是比较有限的，并且我们这条路呢也是比较规整的。我们从北京出发，一路上都是高速，包括山路，我们也只能简单的体验一下这套车的动力感受，一些底盘感受。那么后续呢，我们会拿这台车去做一个全方位的试驾，那包括它的辅助驾驶，包括它的座舱、音响以及底盘表现。那么持续关注 Auto Lab，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